提到洪雪飞，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何许人也。她是著名的昆剧、京剧演员，凭借饰演沙家浜中的阿庆嫂而闻名天下。可以说，洪雪飞就是阿庆嫂的完美化身，在几代人心中留下了永恒的记忆。奈何天意弄人，53岁的她却意外命丧戈壁，留下了一抹时代的痛惜。洪雪飞祖籍是安徽歙县，1942年生在上海，但从小在杭州长大，所以不管怎么说，洪雪飞都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女子。洪雪飞自小的命运就很凄凉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。父亲是做茶叶生意的，他是庶出。在洪雪飞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就狠心将她和母亲以及母亲与前夫所生的女儿一同抛弃。至此之后，母女3人相依为命，过着艰辛漂泊的日子。悲凉的身世也造就了洪雪飞早熟的性格，想尽办法自力更生，减轻母亲的负担。她坚韧独立，精明能干，不愿服输，自我保护意识极强。最主要的是，洪雪飞长相非常清新亮丽，要比姐姐漂亮多了，这也让她成功打开了通往艺术世界的大门。1958年，洪雪飞成功进入了北方昆曲剧院，开始正式学习正旦。那一年她16岁，命运就此发生了转变。刚进剧团时，洪雪飞没有任何戏剧功底，和很多自小学习戏剧的孩子相差甚远。洪雪飞没有怨天尤人和气馁，反而一股拼劲儿涌上心头。后来他硬是靠着一股冲劲儿和天赋，刻苦练功4年，就成了头牌旦角李淑珍的唯一接班人。1967年，洪雪飞再次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，一举名扬天下。当时洪雪飞不得已为了生活改演了京剧，被转到了北京京剧团唱京剧。那一年，北京京剧团演出《沙家浜》，原本出演女主角的赵艳霞被迫辍演，于是洪雪飞主动要求顶替，出演女主角阿庆嫂。没想到洪雪飞一鸣惊人，将阿庆嫂一角刻画的完美传神，成了样板。闻名全国的洪雪飞彻底迎来了自己的事业巅峰。1971年，京剧《沙家浜》被搬上大荧幕，洪雪飞再次饰演阿庆嫂，红极一时。1979年之后，洪雪飞到了北方昆曲剧院做演员，拾起了自己的老本行。洪雪飞是一位京昆两栖的性格演员，塑造的诸多昆剧艺术形象至今仍是传世经典，比如《牡丹亭》、《千里送金娘》、《长生殿》等等。1985年，他获得第2届全国戏剧梅花奖，获奖的剧目是《长生殿》《三夫人》。在此后的多年里，洪雪飞的戏剧事业一直顺风顺水，成了一代人心中的大师。事业上越来越顺的洪雪飞，渐渐改变了自己贫困的生活，也迎来了幸福的婚姻。洪雪飞的丈夫曾是北京京剧团演出处处长，名叫刘碧汉。两人喜结连理后，很快就有了爱情的结晶，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，取名刘红。奈何原本幸福的一家，却因洪雪飞的一场意外而彻底消散。1994年9月，新疆克拉玛依的一个炼油厂为庆祝建厂35周年，准备邀请一些知名演员和歌唱家来演出庆祝，洪雪飞就是其中之一。当时洪雪飞在昆剧院工作，而且那几天要被安排去首都人民剧场表演，压根儿没有时间。后来炼油厂的人非常热情，诚恳邀请他与另一个演员一起出演成名作，也就是智斗那段戏。当初演出方给洪雪飞开出的酬劳相当丰厚，足足2000元一场，这在当时堪称是天价了，任谁都会心动。于是两地演出在时间上发生了碰撞，洪雪飞最终选择了去新疆。9月12日，洪雪飞以腰痛为由拒绝了首都人民剧场的演出，并到医院开了一张病假条。
2天后，洪雪飞从北京坐飞机到了乌鲁木齐，而剧团的人还以为他在家安心养病。一边是剧团为了首都人民剧场的演出而精心准备，一边是洪雪飞为了新疆一行而满怀期待，可最终的结果却不禁让人感叹世事无常。到了乌鲁木齐后，克拉玛依的炼油厂就派来了专车接洪雪飞一行人。到机场来迎接的中型面包车共6辆，洪雪飞坐在第3辆车中，司机是炼油厂的贾桂平。14日的深夜到了机场后，大家都没有休息，而是选择连夜赶往克拉玛依。而司机贾桂平已经经过了连续奔波，根本没有休息好，悲剧也因此被悄悄埋下。洪雪飞经过千里奔波到达乌鲁木齐，所以在去炼油厂的300公里的漫漫途中，早已在车中疲倦睡着。而同样疲倦不已的司机贾桂平已属于严重的疲劳驾驶，正在休息的洪雪飞根本不知晓。司机贾桂平为了能够赶走困意，让自己时刻提起精神，他就在车中放着音乐，抽着烟。可是不管怎么做，司机贾桂平仍然是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中开车。在司机的疲劳驾驶中，悲剧还是发生了。贾桂平在浑浑噩噩开了200多公里，距离克拉玛依炼油厂还有短短10公里处，遭遇了崎岖不平的道路。精神不足的贾桂平被颠醒的同时，车子在110公里的时速下瞬间失去控制，从左侧直接冲下了公路。车子在连续翻滚的同时，将熟睡的洪雪飞抛出车外，然后又被车子压住，场面十分惨烈。就这样，洪雪飞在睡梦中不知不觉失去了生命，永远的沉睡不醒。那一年他53岁，不幸命丧戈壁。为了一场演出而被突然带走了生命，洪雪飞的离去令世人倍感痛惜。司机贾桂平后来被判刑2年零2个月，为失去的生命付出了代价。洪雪飞遇难2周后，遗体被空运回了北京，众人呜呼痛哉。在追悼会上，有500多人前来为他送行，悲泣沉默。而遭受打击最大的当属洪雪飞的丈夫和女儿。丈夫刘必汉面对妻子洪雪飞的猝然离去，一度白了头发，精神抑郁恍惚。在洪雪飞刚去世的那段日子，刘必汉整日消沉痛苦，常常一个人坐在洪雪飞的墓前发呆。后来经过亲友的开导和安慰，刘必汉才渐渐走出了悲伤的阴霾。面对洪雪飞的不幸遭遇，后来演出方给了刘必汉10万元的抚恤金，而刘必汉没有私自乱花1分钱，而是全部捐了出来。他设立了北京市青年戏曲演员洪雪飞鼓励奖，希望以此方式来纪念妻子洪雪飞。洪雪飞的离世一度让世人开始思考人生的种种意外。后来有人说，这是洪雪飞命中注定的劫难，无可奈何。如今洪雪飞已经离开我们26年了，不管怎样，他留给世人的艺术形象将会